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今天的视频我们将会给 PS5 安装 M.2 SSD 扩充。这边需要注意一点 ，PS5 的 SSD 是有特殊要求的，买之前请先确保购买的产品有达到标准。然后在本视频中，我将会安装2个不同牌子的 SSD， 分别为 Samsung 980 Pro 和 Sabrent Rocket 4 Plus。原因是因为我在网上被一些视频给误导了，为了避免大家跟我犯一样的错误，我也会解释一下这个问题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 PS5 对 M.2 SSD 的要求。这个在 Sony 的官网就可以找到。接口种类是 PCI Express Gen 4x4、Socket 3的 M.2 NVMe SSD TM， 容量只支持 250G 到 4TB， 传输速度建议超过每秒5500 MB。这点需要注意，我购买的这款 SSD 上面传输速度写的是每秒7000 MB， 不过 PS5 最后显示速度只有每秒5500 MB。不知道如果买低一点的传输速度会不会掉到低于每秒5500 MB。比较麻烦的是大小，大小支持2230、2242、2260、2280、22110，也就是长度要小于30、42、60、80跟110。PS5 是建议安装散热器的，装了散热器有可能会导致宽和高过大而装不进去，所以最好购买前先看看评论，装完散热器的大小，宽要小于25毫米，厚度要小于 11.25 毫米。我发现购买时最好 SSD 跟散热器分开买，有时候买套装并不一定比较便宜，所以买之前自己应该先计算一下。1TB 的 SSD 加散热器在180到200美金之间，2TB 的则在300到320美金之间。我买的第一款是 1TB 的 Samsung 980 Pro， 这是 PCIe 4.0， 应该跟 PCI Express Gen 4x4 的意思是一样的。然后是 M.2 NVMe SSD， 不过我之前说过传输速度每秒7000 MB， 最后 PS5 只显示5500 MB， 不过我在网上看别人可以跑出大概6500 MB 的速度。这边有个陷阱，我之后会解释。这 SSD 大小是2280，所以要用 M.2 2280的散热器。我们把它们拆开，记得触碰 SSD 前要把自己的静电散掉，触碰一下大面积的金属就可以了。我们把散热器也拆开，它里面给了十字起，然后有螺钉跟散热器。这散热器要拆开，然后里面有散热垫片，还给了3片，不过其实你只需要2片。我们把它们贴在 SSD 的2个面，需要把最前面的插槽还有最后面的凹槽留出来，撕下双面胶，把它贴上散热器的底部。这插槽是有方向的，按照说明书说的方向放进去，一样把最前面的插槽和最后面的凹槽留出来，撕下另外一片双面胶，然后把散热器的叶片装上，侧边有螺钉孔，确保它们对齐，然后将螺钉装进去，两边各3个。这样我们 SSD 就准备好了。接下来我们需要拆开 PS5 做安装。我们把 PS5 拿出来，然后把它反过来，有光碟机的那面是背面。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盖子在翘起来的地方这个角往上施力一点，然后在下面的机体往侧边施力，就可以打开了。角度选对，很轻易就可以打开。如果不容易打开，肯定是方法错了。还有最好在地毯上面弄，或是垫条毛巾增加阻力，不要在高速或者像我一样在光滑的地面上弄，把 PS5 撞坏了就不好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盖子上有圆柱的插槽，侧着插入机体上的洞里。拆开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风扇、光碟机，然后是 SSD 的插槽。我们用散热器附带的十字螺钉把这个金属板拿下来，里面可以看到4个孔，加最上面的有一个螺钉的孔，总共有5个，上面写着30、42、60、80、110，也就是 SSD 的大小。插槽只在最右边。我们把110孔上的这个螺钉下来，你可以发现上面还有个金属环，
所以最后 SSD 是架在这个金属环上。我们近距离看一下插槽，它是在偏下的位置，但并不是在最下面。我们先将金属环放上去，然后找一个角度把它插进去。因为有一点点角度，所以它最后会有一点翘起来。最后再将螺钉转进去，把金属板装回去，然后把 PS5 的盖子从拿出来相反的方向，把那些圆柱插槽插回去。这样硬件部分就完成了。软件的话，记得要把 PS5 软件更新到最新版。我之前是休眠状态拔除了电源，所以它给了我一些警告。然后它会侦测到新的 M.2 SSD， 警告你格式化之后资料会都不见。然后它会告诉你 SSD 的读取速度，像我说的，它并没有达到每秒7000 MB， 不过已经刚刚好超过5500了，所以至少已经达到了 Sony 的建议速度。它又给了我一些其他的警告。因为我之前睡眠状态拔掉了电源，所以它要确保外接式硬盘完好。外接式硬盘的使用方法，各位可以去看看我之前做的视频。进去之后，我们到设定、储存，你可以看到，除了主机储存和外接式 USB 储存以外，还多了 M.2 SSD 储存。我们到外接式 USB 储存里，选择游戏。我们这边以对马战鬼为例，选择之后，选择这项目移动，你会发现这移动只能往主机储存，要到上面换成 M.2 SSD 为移动目标，这样才能移动到 M.2 SSD。移动完成之后，我们来测试看看，没有问题。原本这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，不过我在网上看别人装了 Cybran Rocket 4 Plus， 速度 PS5 显示出来是6500 MB 左右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尝试一下。我们把它拆开，这 Cybran Rocket 4 Plus 是专门为 PS5 设计的，包装的更精致一些，安装方法一样，它的大小跟 Samsung 980 Pro 一样，所以其实可以用一样的散热器。不过 Cybran Rocket 4 Plus 专门为 PS5 做了一个特殊的散热器，他们嫌 PS5 SSD 槽上的盖子不散热，所以直接把它替换掉了。我并不知道这设计有没有比较好，不过看起来挺酷的，就是也没有比较贵。安装方法也一样，我们就不多赘述了。不过让我意外的是，安装完后，我把 SSD 格式化了2次，速度显示也都是5500 MB 左右，跟网上一些人跑出来的速度不一样。所以我上网查了一下，我这才发现我是被误导了。这些 SSD 其实在你安装之前，应该要先接到电脑上，然后对 SSD 做firmware更新。更新完了之后，其实这些现在5500 MB 速度的 SSD 才会变成速度6500 MB 左右。所以其实这些 SSD 都差不多，价位其实也都差不多。有些人会对画面和速度做比较，不过其实差1-2秒钟跟没差一样。当然，两个 SSD 的传输方式跟使用方法是一样的，我就不再演示了。这样我们就完成啦。我这边就演示一下 PS5 版蜘蛛人迈尔斯在 SSD 上跑的画面。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非常感谢，谢谢收看。